欧盟忍无可忍，制定路线图对抗俄军威胁。北约重拳出击，武力打击混合侵略。乌无人机立功，猎杀俄王牌电站系统。老兵不死，古董炮击落伊斯坎德尔。布谷鸟问世，成俄能源设施噩梦。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俄军频繁派出无人机骚扰北约东翼，欧洲各国早已忍无可忍。除了无人机墙措施，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还向理事会提出拟定一份路线图，来对抗俄军未来几年甚至10几年的侵略。这个路线图到底是什么东西？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总结近期成员国领空屡遭俄罗斯无人机和战机侵犯时表示，2次是巧合，但3次、10次的骚扰就是蓄意且对欧洲有针对性的恶意行动，欧洲必须采取行动。这个行动便是防务备战路线图。除了来自领空的骚扰，欧洲关键的海底电缆也在同一时间遭到了破坏。面对俄军的威胁，欧盟国家已将国防开支提升至冷战后的新高，以此推动27个成员国共同建立联合防卫项目，旨在将俄军的无人机拒之门外。项目的内容除了组建无人机墙、东翼监测、防空盾牌和太空防御盾牌，还包括了一份名为路线图的东西。这份路线图将在欧洲理事会会议召开前提出，随后提交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审议和采纳。大致内容上，路线图将设定具体的里程碑与2030年前的时间表，以此应对未来数年俄罗斯威胁。据相关媒体报道，具体内容方面，路线图明确了2大核心目标：一是在2030年前实现关键防务能力自主可控，顾名思义，减少对美制装备的依赖。这一点在近期有很直观的表现，例如德国军武新创公司 Helsing 最新展示的 CA-1 无人战机，法国泰雷兹公司已经在乌克兰部署的 Tiles 反无人机火箭弹，都是欧洲国家在无人机与反无人机技术上的突破，最终目的为提升欧洲自主研发的能力，增强欧洲抵御俄罗斯威胁的防务能力。路线图的第2个核心目标则是欧盟危机响应体系，即确保24小时内集结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在北约东翼，这一目标正逐步推进。从9月初的钢铁捍卫者演习，再到代号为东部哨兵的军事行动，欧洲频繁举行多国军演，目的很明确了。在构建一体化联合防空网前提下，强化北约东翼的反无人机和快速反应能力，随时反击俄军可能的试探或误入。至于资金方面，欧洲已有26国通过了欧洲安全行动计划，总计调动数千亿美元，投入弹药、无人机、防空系统等装备的研发与采购中。之前也有媒体报道，将从计划中划出1750亿美元专项资金，用来支持乌克兰国防工业事业。如今，俄乌战争的战火正在向西蔓延，俄罗斯侵略北约东翼国家的意图越来越强烈。冯德莱恩强调，为了更好地应对俄罗斯混合战的需求，就需要彻底改变思维模式，即不仅仅做出反击，而是做出反击。至于路线图的推出将给欧洲带来怎样的变化，又会对俄军的战略意图造成何种打击，大家不妨拭目以待。路线图的提出为北约未来的防俄政策做出了规划，不过面对当前俄罗斯的混合侵略，北约已做出采取武装行动的打算。泰雷兹比利时公司报告称，其公司旗下设施在近日激增了大量不明无人机。公司总监甚至表示，早在6个月前，就有越来越多的不明无人机开始出现在战略要地上空。公司管理层为此呼吁政府紧急修改现行法案，禁止此类飞机或无人机靠近关键的国防基础设施，否则公司可直接对其进行摧毁或拦截。报告虽然没有点明不明无人机究竟什么来头，但大家都心知肚明。有意思的是，比起泰雷兹比利时公司的遮遮掩掩，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倒是直截了当地说，比利时无人机骚扰活动的模式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丹麦、瑞典等国的报道相似，无疑是在暗示比利时无人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俄军有组织的敌对侦察行为。因此，反虚假信息中心直言，俄罗斯正将无人机侵扰作为其混合侵略的一部分，派遣大量无人机用于探测北约的防御情况，测试北约盟国的侦察系统，最终发现这些防御机制的漏洞。随后，该中心一针见血地点出，这些无人机入侵虽然破坏性不强，却会削弱北约的信心，并耗费整个联盟的安全资源，造成不必要的防御负担。为了应对俄罗斯的混合侵略，北约要动手了。据《金融时报》报道，北约盟国正在讨论对俄罗斯的混合侵略采取更果断的回应，包括允许飞行员向俄罗斯飞机开火，并加强北约东翼边境的军事演习，也就是采取武装打击的手段，狠狠反击俄军频繁的侵略。
冯德莱恩对俄罗斯的混合侵略早已表达过相当大的不满。据德国之声报道，冯德莱恩直言不讳地表示，俄罗斯是在挑起混合战争，包括对机场和物流中心的网络攻击，以及选举期间的影响力宣传。俄军最终的目的在于动摇欧盟的稳定，同时制造分裂，削弱其对乌克兰的支持。不过，随着北约盟国讨论案的出现，俄军这次或许真踢到铁板了。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这次讨论的目的在于如何提高俄军混合战争的成本，使俄军不得不因为高昂的投入减少发动侵略的频率，比如为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各处能源设施的情报，对其进行着重打击，降低俄能源开采量，以此达到遏制俄罗斯经济的目的。或是加大对俄制裁力度，提升俄军军备采购的成本，让俄军的混合战争最终变成一场吃力不讨好的烧钱战争。另一方面，北约并不介意选择对俄军的侵略采取武力的手段。根据讨论案其中一项重要提议的内容，北约将会在俄罗斯边界，尤其是防御较弱的地区进行大规模演习。同时，北约还在讨论修改东翼的交战规则。具体而言，飞行员在开火前一般需要明确知道目标具备威胁，而且透露出强烈的敌意。然而，讨论的新规则却是当雷达数据或者目标方向或速度超过了威胁评估等级，那么飞行员就可以立即开火。北约相当于明牌表示将随时对俄军无人机进行打击。除了直接动用武力，北约也开始加大空中间谍的打击力度，甚至有官员敦促制定新的法律，对空中间谍行动予以重拳出击。战场方面，俄乌双方的对抗还在继续。为了更好地在前线推进，俄军甚至派出了极其稀有且昂贵的 R330ZH 电战系统。然而，该系统还没来得及发力，就直接被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干掉了。作为俄军在战场上最先进、最具威胁的电战装备之一 ，R330ZH 系统不仅是一堵防御性极强的铜墙铁壁，还是一个可以引领战场攻势的顺风耳。在防御上 ，R330ZH 可制造一个巨大的电磁屏蔽区，有效干扰25公里范围内的地面无线电通讯。至于对空中通讯的干扰范围就更夸张了，足有50公里。理论上，它露面便能直接瘫痪敌方的战术通讯网络，并干扰周边飞行的无人机、GPS 导引武器，甚至是卫星通讯。在攻击上 ，R330ZH 能主动监测并通过三角定位敌方的无线电讯号发射源，并将精准坐标提供给后方的炮兵或导弹部队，对敌方重要通讯设施和人员予以打击。综合来说 ，R330ZH 在俄乌战争中就相当于一个 bug 级的设备。地面25公里范围内敌人无法找到它，但它又能精准定位远超25公里范围外的敌人的位置，好比一个浑身都是长长的刺的刺猬，它戳你一下，你还真拿它没办法，只能偷偷抹眼泪。当然，高性能也代表着高造价。由于技术复杂且造价昂贵 ，R330ZH 始终都是俄军的稀有财产。每一台 R330ZH 都足以当作俄军的传家宝。要知道，自从俄军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无人机和战机被摧毁了无数架，但仅有23套 R330ZH 被证实摧毁。每一次 R330ZH 的牺牲都伴随着俄军巨大的损失，但更关键的是，也为乌军制造出了一个暂时的电站缺口区域。从最近的战报来看，在23这个数字或许要改成24了。据乌克兰军事媒体 Defense Express 报道，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再次震惊世界，他们成功打击并摧毁了一套 R330ZH。火力军好奇的是 ，R330ZH 既然号称25公里内无敌的电子系统，那又怎么被无人机猎杀了？从报道中可以了解到，这次猎杀行动发生在卢甘斯克地区，由乌军复仇之神412团与边防卫队的空中侦察单元协同完成。乌军通过两支部队的侦察协调与精准打击，成功控制无人机对 R330ZH 展开攻击。战场战报透露，俄军或因对 R330ZH 电子防护能力过度自信而放松警惕，进一步为乌军攻击创造了条件。总而言之，通过精妙的配合与协同作战，俄军引以为傲的顺风耳在乌军的致命打击下，最终变成了一堆破铜烂铁。乌军再次表演了一把教科书级别的以小博大。这次成功摧毁 R330ZH 最大的意义在于，俄军彻底失去了该地区的电子屏蔽权，顺风耳被打聋，铜墙铁壁被打破，该区域的俄军几乎完全暴露在了乌军的打击范围之内，而乌军的无人机与侦察部队也可以更安全地完成侦察、补给与攻击的任务。除了地面战场传来喜讯，空中战场乌克兰装备也有一番建树。
乌克兰一独立总统旅在其官方社群上发布了一段影像，明明是真实拍摄的影像，看起来却像科幻片，因为画面显示该旅的士兵竟然使用一门传统的防空炮，就将一枚来袭的俄军伊斯坎德尔 K 先进导弹击落了。总统旅在视频声明中表示，这一门防空炮比你父亲还老，可它却击落了俄军最先进的巡航导弹。这款半只脚踩进棺材的防空炮，比起伊斯坎德尔 K， 甚至都无法用蚂蚁与大象来对比。作为俄军的王牌导弹，伊斯坎德尔 K 一直是俄军所有巡航导弹中精度最高的型号，其有效打击距离长达1000公里，通常采用低空飞行，即便是最先进的拦截系统，也需耗费较大成本才能对其实施拦截。举个最形象的例子，大家就能看出它的威慑力。为了回应美国向乌克兰运送战俘，俄国家杜马已批准与古巴展开军事合作协议。协议最主要内容被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向古巴运送伊斯坎德尔导弹，从古巴发射伊斯坎德尔可轻而易举击中美国境内大部分目标。简而言之，俄军将伊斯坎德尔导弹视作与战斧同级别的战略设备。然而，俄罗斯的战斧却被能当古董的防空炮击落，只能说让人笑掉大牙。其实，在火力军看来，想要完成这一壮举，除了绝佳的运气，更需要卓越的技巧。乌军历经3年多侵略战争的洗礼，士兵的作战水平已来到一个很恐怖的位置。同时，为了证实这一战果，总统旅还同步公布了一段视频，可以从上面清楚地看到，敌方的导弹还在空中便被火炮击中，随后当场发生爆炸。无疑，乌克兰的以小博大战术再次取得胜利。古董武器击毁俄军先进武器，可以视作乌军抵御俄军侵略的一个缩影，或者说展示了乌克兰在防空作战上的多元性与韧性。如今的乌克兰除了使用北约盟国援助的先进导弹，也在持续开发自家更具性价比的不对称反制武器。例如，乌军第28独立机械化旅便在近期公布了一套名为普罗米修斯的地面遥控防空系统，帮助乌军用更安全、更廉价的方式反制俄罗斯的空中威胁。傲慢的俄军也往往会在这些看似粗制滥造的武器系统上栽一个大跟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攻势已开始集中于打击俄境内重要能源设施，能源是俄罗斯的命脉，掐住了俄罗斯能源，也就断了俄罗斯的经济来源。乌克兰最新展出的一款远程无人机，无疑是俄能源设施的噩梦。乌克兰抵御俄军的侵略之所以卓有成效，无人机的研发占据最大的功劳。乌克兰军工公司最新展出了一款名为布谷鸟的无人机，却被誉为俄能源设施的报丧鸟。这款无人机设计较为简单，使用价值却让同类型无人机高不可攀。其拥有矩形机身与高位直翼，机体结构采用易获取且低成本的材料构成，实现成本范围内可接受的性能水平和制造便利性。其最高巡航速度高达180公里每小时，可携带10至50公斤的弹头。也就是说，布谷鸟可在高速飞行的前提下，携带破坏力极大的弹头，对俄军能源设施发动近乎毁灭性的自杀式攻击。据现有资料显示，布谷鸟针对的敌人主要为远离作战区的俄罗斯目标，这一定位几乎表明布谷鸟是为打击俄境内重要设施而制造。布谷鸟的性能也佐证了这一点。研发方宣传，布谷鸟最大航程为2100公里，配备自动驾驶系统。据推测，或许采用了卫星导航或者惯性导航系统，足以深入俄军大后方，对重要能源设施予以致命打击。目前约有100架布谷鸟已完成制作，并交付到了军方手中。相信不久后，它将出现在俄乌战场上，或者出现在俄罗斯后方的能源设施身旁，让本就屡遭打击的俄罗斯能源产业更加雪上加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布谷鸟虽然是打击俄能源设施的好手，却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展览上展出的无人机缺乏光学辅助设备，这将严重限制其目标识别和导向能力。不过，不清楚是展示的版本没有光学辅助设备，还是所有版本都没有。倘若研发方后续进行完善，布谷鸟的确能够成为俄军的报丧鸟。为了应对俄军的潜在威胁，瑞典在去年便宣布加入北约。不过加入北约还不够，瑞典在近期又宣布将投入约3.7亿美元用来发展反无人机系统。据瑞典国防部长透露，数亿美元的规划里包括采购先进的无人机击落系统，并在军事基地部署猎手无人机及设置干扰探测器，对任何来自俄罗斯的无人机或侦测设施一律就地击毁。从相关报道来看，瑞典的反无人机项目很有可能作为欧洲无人机强计划的一部分。由于俄军在最近一段时间频繁侵犯欧洲多国领空，欧洲与乌克兰推出了一个联合防俄行动。乌克兰拥有3年多的无人机作战经验，相关技术已走在了世界前列，因此瑞典有很大可能将这笔资金投给乌克兰，既是对乌军的援助，也是对其自主研发的反无人机系统的装备的信任。除此之外，斯德哥尔摩还准备掏出1.57亿美元用来强化国产的鹰式战机。
具体项目覆盖采购备用零件、任务装备以及提升空军行动能力的基本物资。从加入北约到投入巨资升级反无人机系统和空中战机，足以看出瑞典抗俄的决心。可以说，俄军对欧洲肆意妄为的侵犯，反而让欧洲进入到空前的团结氛围中。这一波，俄罗斯属实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军文网站 Naval News 传来消息，印尼军队成立80周年阅兵式上，印尼首次亮相了自家的无人潜艇。该潜艇还配备了多枚鱼雷和飞鱼反舰导弹，威力非同凡响。据报道透露，该款无人艇又叫自主潜航器，不仅装有 AI 系统，还可以通过无线或卫星网络，在321公里外对其进行直接控制。造船厂 PT-PAL 公司对此有过补充。该潜艇的通讯系统与印尼海军军舰、海军基地以及总部的指挥中心共享通联，以此加强海军的网络化作战能力。此外，其水下续航能力可达72小时，最高时速约为37公里，搭配多枚黑鲨鱼雷或飞鱼导弹，对水下目标有着十足的威慑力。其实，如果将视角放在国际上，让印尼的无人潜艇与国际顶尖的 HSU-100、虎鲸、喷斧等无人潜艇对比，印尼潜艇实在没有任何可对比的地方。但别忘了，印尼目前只有5艘潜艇服役，在潜艇数量本就不多的前提下，依旧研发出了威力巨大的无人舰艇，的确可以夸赞一句惊艳，甚至说弯道超车也不足为过。在阅兵式上，印尼军队还展示了无人潜艇的原型船，船身附带多枚反舰导弹和鱼雷，佐证其火力强大，并非虚演。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边，美军也带来了自己的无人艇，或者说一支无人艇舰队。美军的无人艇为水面无人载具。据美国海军协会新闻报道，美军在近期参加的北约动态信使2.25演习，以及美国东岸举行的南方团结2.25演习中，大规模部署了一种名为全球侦察艇的水上作战无人设备，以及多款无人系统，目的在于反制无人机蜂群的攻击。首先是在动态信使演习中，共有22国测试了超250种无人系统，其中乌克兰的无人机最为亮眼。美军吸取了乌克兰无人机在实战中的宝贵经验，并将其带到全球侦察艇的研发中，即借助地面无人蜂群作战经验，让全球侦察艇拥有反制海上无人机蜂群的能力。其次是在南方团结演习中，美军还部署了一艘近岸作战艇古波镇号，同样属于无人舰艇的重要利器。该作战舰属于母舰系统，美军通过古波镇号可以一口气放出 LASSIE、ORCA 与 VBAT 等多款空中与水下无人载具。此外，在杜鲁门号航空母舰的指挥下，美军成功验证了由一艘有人舰船协同指挥多个无人系统进行作战的混合编队新模式，这也是美军这支无人舰队最大的优势。总的来说，美军无人舰队大概有这样的特点：通过少量有人母舰指挥大量可消耗的无人机、无人艇甚至无人潜艇，控制其执行侦察、打击和防御任务。混合舰队成为美军维持海上优势的关键。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布谷鸟在俄乌战争中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而欧盟制定的路线图又将对俄乌战争的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